你想帮武登科，我建议你去杭城。赵鑫拿的那块地啊，还没有勘测完，等它真的开发出来，矿区是什么局面，不好说。我那之所以让你去杭城啊，是因为南山商会的主力企业都在那边，基建的、航运的，哪儿都有你待的地方。怎么？你觉得顶着赵鑫儿子的身份，可以大摇大摆进出吗？你跟赵鑫虽然决裂了，但是血缘还在。南方的那帮人对赵鑫的仇恨可不是一天两天的。你去杭城，很有可能是龙潭虎穴。爷，谢谢你，我不会透露自己身份的，没必要。有一个人你要小心，李氏集团的总经理魏金海。这个人非常让人捉摸不透。不过南山商会倒有一个叫樊龙泉的，外界对他评价极高，有机会可以接触一下。整个南山商会对赵鑫的态度并不友好，万事小心。青帝以前跟赵鑫也不对付，但是有一次他回来告诉我，赵鑫单枪匹马闯了他的鸿门宴。我能从他的神情里看得出，是欣赏。再到后来，我在五台山脚下遇到了那个老先生，有缘喝了半杯虎跑老茶。家弟，你也是站到过顶峰的人，就算是跌下来，也愿意从头去尝人生百味，也许是好事情。青帝留下了一本日记，我把它借给你，希望你可以跟他一样。太爷，杨青帝只有一个，赵家碧也是。我信。杭城，南山商会，杨青帝、李民显，叔，你这信息量也太大了，我都睡了个觉的功夫，这都感觉烦了天了。哎，不对，你刚才说的最重要的，哎，10万块钱，你钱我又不能花，还得还给他。为啥呀？不是，人姑娘都这么敞亮了，你也不能松啊。你哪知道是姑娘呢？万一是个抠脚大汉呢？那就算是个口角大汉，那能给我10万块钱，那我也……不行。哎，不对呀，叔，你们不都认识7年了吗？没见过面？没见过。那肯定就是个女的。哎，包总，我之前那茶叶还在吗？在呢。行，你给我找2饼。我今天要去见一趟老校长啊，空着手去不合适。中，我干完就去给你拿。嗯。哎，叔，你这刚才说那老校长是不是就是说狗尾巴环那个啊？那你就跟他说他讲的特别好，对我商报的人生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。哟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能从你的嘴里听见“人生”俩字儿。嘿，那咱也得进步嘛，不是？哎，叔，你
你刚才那是讽刺我的吧？哎呦，都会用讽刺这2字了，可以呀你。什么？你说啥呢？叔，你说啥呢？我就说你，哎，你犯规了啊！孩子，你往里放点啊！先生，我们这还没到营业时间呢，您晚点再来呗。没事儿，我就是随便看看。你们这个店转让了？啊？我没听老板说转让的事儿。不好意思啊。那平常几点营业？啊，我们晚上7点开门。那我晚点再来。哎。小米，拿瓶小米。哎，好嘞。快点，快点！啥事儿，豹哥？大哥，让您白跑一趟，这个送您，算我请的。不用，也就1瓶酒，也算给自己拉个回头客啊。谢了。有空常来呀。小赵啊，哎，你能来看我这个退休的老头子，说明啊，没白教你。要不是您的指点，我哪有今天的事业呀？你来问我，给你个什么建议？我觉得吧，你还是应该发挥你的长处，去金融界里施展拳脚。这知识吧，总还是要到实践中去检验。没错，其实落脚地我都想好了，我想去杭城。搞金融，海城啊、杭城都是首选地。那你打算自己创业呢，还是进哪家公司啊？经历了金海这一遭，我暂时没有创业打算。我的想法是先跟着别人多学学管理经验。杭城的飓风和日升是知名的金融公司，在行业里也算得上头部。他们的招聘要求我看了，门槛还是挺高的，我也不一定进得去。所以这2天我也在看其他公司。肖同志，你这话可是当着我的面贬低咱们学校啊！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哪儿敢？对了，我记得日升公司的招聘是有推荐制的吧？啊，有。我呢虽然退休了，但是在行业里呢还有一点什么。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我可以帮你写封推荐信。但是能不能通过面试，就要看你自己了。谢谢蒋老。蒋老，您要是帮我写推荐信的话，能不能不提我在金海的事儿？怎么？怕别人看出你的出身？怕倒不怕，我就是想凭自己的真实力。算你有觉悟。这世上的路啊有很多种，每一种呢都有自己的边界。你能坚守自己的边界，离开金海，就冲这一点儿，你呀错不了。人们说，这人生路上啊有3看：一看远，2看宽，3看淡。话少，可是道理深啊。很多人站在山脚下，被这山挡住了视野，于是他就把这山当成了世界。光是学会这一看远，就要走上半生的弯路。我也送你个礼物吧，就算是还你的茶叶。行。哎，
我先认出你的，我赢了。刚才说好的奖励记得给我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，正好饿了。那我请你吃好吃的。嗯。谢老板。平时吃惯了山珍海味呢，就要补一些这种接地气的食物，不然时间长了容易跟社会脱节。我刚才没好意思问你，你叫什么呀？名字不重要，就是一社会符号。我这真人都在你面前呢。那行，咱补个自我介绍。你好，唐城庄稼汉，我是繁花似锦。你好，繁花似锦同志，我是唐城庄稼汉。有一种人，当看见那一刻就会由衷的开心，每一阵气息都散发着生命的朝气。在只有思想和情感碰撞交流的7年日夜里，两个孤独的灵魂都曾对彼此产生过热烈的好奇。也许要很久以后，他们才会意识到，这种好奇就已经是爱情了。唉，要是早知道你不是一抠脚大汉，我早就跟你视频了。还得看我接不接呢。你有女朋友了？你这么问就错了，你应该问有几个。行，那你有几个呀？那让我好好数数，10分钟之后给你答案吧。哎，说个正经的，待会儿我把那10万块钱还给你吧，我自己的事儿自己来想办法。说哪有一个男人要一个女人的钱，这算什么呀？Anda Piazza, noch Niana. Lang nach Hit. Gewöhnt hat. Ist nicht genug. Wir wollten zu lieben. 这是我丢在群里的名人名言，虽然漏了几个单词，背的吧也磕磕巴巴的，但你没事记它干嘛呀？欣赏嘛。你在群里面打过这么多次擂台，一次都没有输过，交歌单也都很完美，所以这10万块钱就当做是我对你的投资。这再说了，男人肚里没有钱也没底气啊。你当做是借的也行，当做是存放也行。总而言之，你遇到事儿的时候，想起卡里有钱，不怂。富婆就是富婆。行，那我以后见面可是要收费了，跑腿50，拎包100，其他另算。美的你！黑子，你慢点啊，别又给碎了。哎，豹哥，我跟你说件好事儿。
我昨天不是给老板开车吗？然后我听见老板打电话，听他说有人要买咱们的酒吧。啊？就上次帮你出头那个呀，陈哥。我跟你说啊，老板和他聊得可好了，他一高兴给我塞了200块钱呢。这算啥好事啊？宝哥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我可听说了，那陈哥可是个大人物，我看他可喜欢你了，你肯定能升职，发达了可别忘了我啊。啊，这没一撇的事儿呢。哎，再说了，我还不一定在这干呢。啊，宝哥，你真要跟赵叔去杭城啊？回头再说。你先帮黑子搬一下，快点。啊，好。叔，见面了吗？翻车了没？啊，好撑啊！我一会儿还有时间，要不去哪儿逛逛吧？啊，我朋友，就是昨晚住医院那个，刚问我你长什么样。你咋说的？柏拉图曾经说过，要把心灵美看得比形体美更为宝贵。我已经严重的批评他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我长得不好看？那是柏老师说的，又不是我说的。哎，你这朋友是在那工作是吗？要不咱一会儿找他玩去？找他啊，也不是不行。你去过夜店吗？嗯。庄稼汉同志，我这第一次去夜店就交给你了，任务艰巨啊！怕啦？里面。哎，你还没说呢，我长什么样啊？绝世大美女。叔，咱去吧台坐吧，我请你们喝酒。行。阿乐，哎，这是我朋友，弄2手绝活。好嘞。要不来2杯特调吧？没问题。好的。叔，你们先合着，我忙去了。行。好。哎喂，强哥，森哥，哦，森哥，那个上次来那个小子又过来了。好。哦，好好，我卡座给你留着啊。哦，好看。请慢用。怎么样？好喝。你悠着点，别喝多了。不是有你在呢吗？申哥，要不咱算了吧？这面子给陈副长，咱不丢人。不是你啥意思，强哥？对呀，你咋想？啥意思？我给你问完了，哥，那俩小子跟陈福生一点关系没有。陈福生就算是条龙，在海城他也得盘着。那天给他点面子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。走。我真羡慕他们，这样活着也太开心了。怎么样？第一次夜场的感觉？太好玩了！
台那边等我一下，我去上个洗手间，然后送你。好。啊。这样吧，咱俩别磨叽了，你签给我，我帮你包装和申报比赛。一年赛事打满的话，奖金怎么着也有100-200个，到时候咱俩1-9分。谢谢啊，但我不当职业棋手。我1你9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以你这样的实力，就这么淹没在芸芸众生里，太可惜了。我认识一个超厉害的前国手。正在找高中弟子，回头我把你介绍给他怎么样？塔游老师，你先接电话吧，看人家挺急的。我跟你说的事，你好好想想啊，一定好好想啊。莹莹性子比较直，你别在意啊。挺好。还没跟你说一声谢谢。没耽误你事儿就行。下午有时间吗？我下午约人了。蒋老师有事儿啊？啊，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之前不是一直还没送你谢礼吗？想来想去，还是书最合适，就想让你自己挑一本来着。那谢谢蒋老师。正好我到杭城也要买书，到时候我把地址给你。你决定去杭城了？多亏了蒋老推荐信，我已经收到日升的面试通知了，应该这2天就动身。你才20多岁，正是人生的关键时候。金融可能不像你想的那样，很枯燥，干久了会变得刻板。这话说的都不像英语老师能说出来的。人这一辈子，哪个点重要，哪个点不重要啊？反正到最后结局都一样，想干什么干什么呗。刻板的永远都不是环境，而是思维。有的人只能归隐山林，而有的人却能闹市中取静，一个道理。我跟你商量这件事儿呗。您说。咱俩也算是朋友了，以后就不要叫我老师了。没问题。女朋友啊？啊，不是，我们俩算是网友吧，在一个金融群里认识挺多年了。何处望神东，满眼风光北。故楼千古兴亡。年造万万都。
上万兜鍪，错得安东南，战未休。偶自我会念了，但是您永远成不了英雄。你甩手一走倒是干脆，留下一屁股烂账，害得我只能在李家寄人篱下。现在每个月都得过来看你，给林一贤做做样子。老李啊，最近越来越能摆谱了。回想起当年李家崛起的第一桶金，是你帮他们赚的，但到头来一场空。人家都混起来了，留给你的只有4个字：是个好人。不过通过这件事情，也验证一个道理：人啊，要么被钱利用，要么被感情利用。谁要是先露出了真心和底牌，就只能沦为棋子。我活着，就是为了赢，把他们从你手里拿走的东西，一样全都拿回来。等大功告成的时候，我或许会替你问问赵贤，还记不记得贝明义是谁？下个月再来看你，能扶爸爸。你托付的事我问过了，跟你猜的一样。魏京海是故人之子，李明贤把他养大的。哎呦，交手了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贝明义娶妻生子啊。我要是没有看见那孩子的眼神儿，我真不敢往这上面想。早知道这样，就跟冬草一样，一块带回来。冬草明事理，心里有慈悲，可不是人人都跟他一样啊。在生意场上这么多年呀，能让我动恻隐之心的，贝明义算一个。当年齐大哥有难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，必须做出选择。我当时在想，等这个事儿落定之后，我带着我全部的家产去找他。谁知道，你把傅放他们派到矿区去，能放心吗？少啊，我进矿区是为了做生意，不是搞斗争的。只要魏家那小子不触碰我底线，不无事生非就行。啊，对了，叔，这臭小子去杭城了。我知道，我养了那么多年的鹰啊，悟出了一个道理：养鹰如育人，鹰须体壮，但不可膘肥；而育人呢，则要磨其傲气，但必须要留住傲骨。你心里怎么想的，我大概能猜得到，就是不知道小八两能不能受得住啊。毕竟啊，那是人家的地头，身上背的还是你欠的债。我刚是出了闯荡那阵儿，别说风餐露宿了，
就别人吃的残羹剩水，我这跪着地下，我是跪着地也把它舔干净啊。说，他跟我比起来，他算吃亏吗？哼，你们老赵家呀，爷孙3代都是犟驴。你呀，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自负了，赢了99招，只要错1招，一样满盘皆输啊！唉，我心疼8两啊，不是怕他吃苦，是怕他有这样的底子和天性，却被你揠苗助长了。不过我倒是挺期待，当年你一门心思往南边拓展，和李明显斗来斗去，结果促成了人家一个抱团的商会，最后铩羽而归。现在换成了心有仁德的贾帝呀，说不定也是转机呀。掉坑里了，再不出来都到站了。前边全满了，我都到车尾了。旅客朋友们，列车即将到达嘉诚站，请下车的旅客提前做好准备，带好自己的行李物品，避免遗落在列车上，给您的旅途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欢迎旅客再次乘坐我们的列车，祝旅客们旅途愉快。先生您好，您是不是拿错包了？您是不是拿错包？那个是您的。我自己包我自己认识啊，你不要多管闲事。不是，你要不打开看看，万一拿错了也挺麻烦的。人家有病是吧？着急下车了，你给我松开。您还是打开看看吧。不是你放手，我这下车。老先生，哎，您来的正好。怎么了？这是海城经济学院。蒋老推荐的，这孩子有真刀真枪的实盘经验。请坐。各位面试官好，我叫赵甲地，毕业于海城经济学院，想要面试贵公司交易员一职。我从高中时期开始接触股票，以个人投资者的身份进行股票交易已经有5年的时间，对于岗位所需要的交易规则和市场数据有着一定的了解和认知，能够独立撰写研究分析报告。在我提交的资料里有详细的业绩和证明。对于交易员一职，我认为我的优势是，除了你资料里写的这些，还有什么补充吗？我对日升的公开交易信息做过数据分析，着重关注了次贷危机影响下日升的交易表现，对于日升的交易策略有着一定的了解，能够很快适应公司的工作节奏。在你递交的资料里，英语水平和成绩这2栏写的都是无，所以是连4、6级的成绩都没有吗？没有。怎么做的筛选啊？我们这么大的公司，对英语一点要求没有吗？咱们交易员的岗位没做英语要求。那高考英语成绩总该有吧？我高考英语0分。这位同学，你可能对金融行业有什么误解？我们的岗位信息里虽然没有明确对英语的要求，但这已经是我们默认的必备技能，所以你不符合。那你的高考总成绩是多少？
总分570，数学满分，理综296。难怪，上一轮笔试他也是满分，确实是偏科，但也是个人才。交易员还是要看对数字的敏感度。我看了他的建模，还获了奖。各位面试官，我不想为我的英语成绩做任何辩解。从结果而言，它已经成为了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课。以前我认为，成绩和能力是两回事，可我的大学校长告诉我，我的行为包含着我的态度，包含着对规则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尊重。我充分理解了这一点，并且做出了改正。我从高中时期就拥有德语和俄语无障碍阅读能力，经过老校长点拨，我扩充了自己英语的词汇量和语法。对于工作中所需要的一切英语阅读，我都可以胜任。既然你明白其中的道理，就应该听得懂我说的话。林经理，我们这些人坐在这儿，是本着对公司负责的态度进行招聘。这里不是学校，不是培训班，这里是战场，进来就要打仗。你该不会以为以你这点资金量的收益，就能操盘日升的资金吧？野路子天才的确有，但未必是你。毕竟没有人对未知买单。好了，谢谢你。我可以操盘日升的资金。事实上，如果日升的交易员听从了我的建议，那么今天我已经为日升挽救了损失。我得醒醒脑子，山科那只还是没找到预期啊。大盘波动这么大，你们组是不是要重新测算一下？别到时候来不及反应。早上立会盘了，组长觉得还没到最高点，可以再稳一稳。山科煤炭嘛，全部抛售，已经过最高点了。之前有人告诉过我，万事万物都有它的规律。我想这个规律放在金融领域里，最好的体现就是行业周期。从宏观来看，次贷危机的影响还没有结束。今年上半年，煤炭价格回升其实并不是市场需求的自然体现，再加上创业板马上开市，新能源概念股将会成为更受投资人青睐的成长股。总体可以判断，煤炭行业已经进入了下行周期。我在整理日升的交易信息时，着重关注的就是资源股。目前，煤炭行业一共有23家上市公司。以山科煤炭自身的情况来看，它其实并不具备和龙头企业比较的优势。我带着对山科煤炭股价存在较大偏差的猜想，对它进行了一个建模分析。结果显示，山科煤炭的股价已经严重的偏离了公司的盈利预期。它既不是成长股，企业复合增长率也不可能达到18%以上。综上所述，在市场还没有明显表现之前，现在就是抛售山科的最好时机。再晚，可能就来不及离场了。我特意打印了自己整个运算过程，原本打算在面试结束之后扔掉。我原以为这是我的加分项，但现在看来，恐怕还是多此一举了。这都是你独立完成的？也不能这么说，我是在剩余收益定价模型的基础上，结合国内市场和山科煤炭自身做了一个拓展演变。阿尔森的理论存在前提假定，你对自己的推算就这么有自信？建模存在的意义本身就是划定风险和预测未来。我不是对自己有信心，而是对客观事实有信心。毕竟没有人会对未知买单。
我按照日升的招聘要求做了充分的准备，凭借自己的能力，一路从笔试到了现在。您在面试刚开始的时候打断我，我以为是在测试我的抗压能力。确实，这对于一个交易员来讲是必备的素质。可从后续的发展过程中，